不知道有多少人像我一样，从小数学很差。在学生时代，数学考试对我来说就是折磨。在那个时候，可以说我恨数学。但是年纪渐长呢，这2年我渐渐地从一个新的角度来认识数学，因为我看见了它和音乐、和哲学、和思想史之间的关系。当然，我仍然不理解那些艰深的数学公式和原理，仅仅是我不再把它看作是一门独立的功课和那些没有兴趣但是必须要通过的考试。我看到了数学跟其他所有知识之间的连接，可以说没有数学，人类什么也建造不起来。那去年呢，有一本书又让我感受到了数学的温度。它的作者以数学为介质，深入到现代教育的本质。于是我找到了这本书的作者邱成桐先生。当天，邱先生一直在办公室和美国的数学家网上讨论。She has been working on your a lot of lecture notes, so continue to. Okay, thank you very much. It's really nice. 我在门外等候，开始我的采访。我们要在哪里啊？先生你好，你好，你好，您会开完了。哎呀，非常感谢您的时间。清华的校园是蛮漂亮的。是。这边，咱们往这边走。往这边走。对。啊，可以啊。我们这边还放上了您的那个卡拉比丘的东西。你们弄的倒是真的很漂亮。蛮漂亮的。您不是说数学家也是其实是关心现实生活的，关心现实世界。是的。我们做很多东西跟物理跟什么都有关。对，您请坐这边。对，您坐这边。好。邱先生，首先我想观众可能会有一个问题啊，我这么一个文科生，怎么斗胆来采访您这一位数学大师？其实道理很简单，我看了您的书，我觉得特别感动，就像您写的叫读先生书，悟情有笃，特别感动。我觉得虽然里面的数学理论啊、定理这些我看不懂，但是读这些书把我的思维带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把我的眼界拓宽了，就特别神奇。就是您的数学观，您认为数学是真是美？对。我首先想请教您，在数学家眼中，这个美是什么？我们数学家是研究一个规律啊，自然界的规律也好，就是社会上的规律，甚至股票上下的规律，我们都对它有兴趣。这个一个能够用计算或者用某种推理得出来规律，对我们都很有兴趣。但是遥远的星球，它也跟住这个一定的规律来走，能够处理地球上跟太阳、跟宇宙上的很多重要的现象，这是个很美的现象啊。就是掌握秩序，对您来说是美。对，掌握那个秩序，研究这个秩序为什么怎么产生的，对，这就是很有意义的事情。所以我们看到的东西其实比物理学家还要多。物理学家主要看的物质，但是我们这个规律也放在里边去。您提到说，数学是大自然表达自己的唯一语言。像我们现在身处在这个自然的环境当中，其实我们看到的花是花，木是木，在您眼中，它们其实都是有规律的。对，都是有规律的。就是它怎么产生的，为什么成为这个叶子怎么样出来，或者一颗一颗这样出来。费纳波切数列，对，它就是很美，就是很美的。我看到您写的，其实我们看一个数学的方程式，它也可以美，它是不是对称的、简洁的，这些对你们来说都是一种美啊？对，这个方程式可以一个很简单的几个东西可以规范这个整个水流也好，
这个天上的云彩啊能够动啊，它里面有很深奥的意义。我们看这个方程，看不出来，慢慢推导，可以出来种种不同的现象。这个花了很多功夫，但是实验上可以找得出来，这就是很漂亮的事情。你看电磁场由当年这个 Maxwell 方程推导出来，以后就可以晓得电跟磁怎么作用，这都是很漂亮的事情，很漂亮的事情。您在就是《时空颂》里面讲到说，美哉真理之源，就是这个东西，您探究到某一个真理，就是这真的这个东西被找到了，这个东西一定是美的，是吗？一定是美的，真的美一定是真理，但是真理没有美也不行，一定要有美在。这怎么真理一定还要美？对，因为真理是以最简洁的方法表现出来的啊。复杂了一定不是真理。复杂的可能是真理，但是不是最基本的真理。就好像我刚才讲水流是真理，能看到水在流啊，什么东西，但是它不是最基本的，最基本的还是几个方程，水的结构，这个有氢氧啊结构，还是一个有个水流的方程，这是比较基本的。我看到您也说到这个公式，它出来有时候就是非常简洁。比如说最早，就是毕达哥拉斯的定律，对 a 平方加 b 平方等于 c 平方。对，它就是一个非常漂亮的这么一个公式，很简单。它很简单，但是以后我们将它不停的推广。这个以后所谓黎曼几何就是在这个事情上来解释的。我们要解释所有的这个局面或者空间的结构，现在都是从这个毕氏定理最简单的情形慢慢一路推广出来的。因为它是最本质的，就可以不断的在上面搭建。对，毕氏定理是解释欧式空间，就线性空间最基本的部分，然后一路推广出去，重重叠叠就出了很复杂的现象，不停的出现。这就告诉我们，看待事情其实要看待它的本质，找到本质就接近于最本质的部分。就好像人类是有原子结构，原子下面又有电子，又有不同的介质，所以不停的挖出来更深入的、更基础的理论。数学猜想实际上是一种数学想象，运用非逻辑手段得到一种假定，在已有的知识和经验上做一种预测性判断。卡拉比猜想正是由意大利著名几何学家卡拉比在1954年提出的。这个猜想是指在封闭空间中是否存在没有物质分布的引力场。卡拉比认为是存在的，可是这一猜想始终没人能证实，包括卡拉比自己。直到20多年后的1976年，这个猜想被邱成桐证明。那一年，邱成桐27岁。从那时起，卡拉比这一数学猜想变成了卡拉比丘定理。我们面前放着您著名的卡拉比丘流行。对，我这个用一个文科生的语言，我先解释一下，我说错了您批评我，纠正我哈。就是在弦理论10维空间里头，对，那么我们认为这个3维是我们肉眼能看得到的长宽高，对，然后4维空间呢，就是广义相对论当中的提到的时间，对。那么还有这个6维空间在哪里呢？很长时间不知道。但是您证明了这个卡拉比猜想，就告诉我们有一个6维空间，它卷缩在这么一个造型里面，而且这个里头呢，它没有物质，但是有引力，引力从这里面出来。对。您有一个比喻特别的生动，就好像说我们平时看到的这个空间是一个大地毯，对。而卡拉比丘这个流行这个空间是旁边那些小碎碎蜷缩在那个里面。对。这个对我们来说，这个真是太神奇了。太神奇了，这是很有趣的一个做法。这个就是讲我们要看4维空间，我们其实可以从远一点、高一点看，就是4维看。看的时候，因为那个收缩的很小，看不出来，但是可以看到它的作用力，就是从这个
6维空间里边啊，从它的结构啊，现在这个2个什么里边的几个球线的相交啊，种种事情，可以用来小的粒子，在我们4维空间里面看到粒子的长，它们相交的力度可以算出来。这是很有趣的一个事情。就是我们现在肉眼是根本看不见这些东西的，但它就存在于我们现在周围，在这个4维空间的每一个点上都有。不过这个事情如何想象呀？这个事情也不奇怪啊，我们从来，至少从前我们没有看到电子啊，也没有看到原子啊。现在我们发达了，就是现在可以看到电子什么东西了。但是从前，就是1个世纪前，我们相信电子存在，我们也计算都是假定它存在，但是没有看到。对，还是看到，还是有用的。所以有的很多东西没有看到，事实上存在。对，就是这个缘故。说到看到这个事情，就在今年2025年的5月份，这个《Nature》杂志《自然》杂志的封面有篇文章，说50年前数学家埋下的密码终于被破译了，就是说的您在1976年解开的卡拉比猜想，然后在现在的一个前沿天文观测当中见到了类似于卡拉比丘的这么一个几何形。对。您看到这个消息什么心情啊？我觉得很有意思啊，这个激动吗？就是被证明了。激动。这个，我做黑洞这个研究也做过不少时间，所以2方面我都做，2方面能够拉得起来有关系，是很有趣的一个事情。当时就是猜想它有可能这样子，但是真的这样数字也算出来的话，那是不简单的事。这个我很高兴可以讲。爱因斯坦当年就是也是猜想说有这个引力波，100年以后才真的被看见了。您这个是50年以后就被证明了。对。这个真让人觉得又漫长，但是又很惊喜。这个事情竟然是存在的。基础学问都是漫长的，因为我们要了解这是很深入、很基本的事情。假如随便一下就看出来，不大可能这么基本啊。同时最有趣的话，验证从计算出来，可以真的找到它大自然里面，这是最有趣的时候。对，我们看到的这个卡拉比丘的这么一个流行啊，它看上去真的是又对称又神秘，真的我无法归类这是一个什么，非常的神秘。对。但是您说您最早看到卡拉比猜想的时候一见钟情，这是一个什么情感？我看的时候还没做出这个东西出来了。就是看到那个方程，方程很漂亮。本来这个爱因斯坦写的方程相当复杂的，在这个重要的这个我们做卡拉比奥这个模型的时候，那个方程简单很多。当时我就想，这么简单美丽的一个方程，怎么会跟爱因斯坦方程这么接近，可以解它？所以我当时很兴奋，我试看有没有办法将它解决了。解决了它，就可以解决爱因斯坦方程，这个重要的部分，所以我觉得很好。这个第二点是，我解这个方程不但是对物理有重要性，对那个广义相对论跟最近的弦理论有关。当时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解决了几何里边很多重要的这个猜想。我在1970年这个完成卡拉比猜想的时候，我很快就应用到这个代数几何，甚至数论里面有些重要的古老的问题，我将它解决了。所以像一把钥匙打开了很多不同的领域。不同的门。当时是很有趣的。当时在代数几何里边有一个很出名的一个大师。叫 David Mumford 是哈佛大学一个很出名的教授，他刚好拿了 Fields Medal， 还年轻。他在洛杉矶给个演讲，就讲当时代数几何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那我当时去听他的讲课，从来没想过他要讲什么，只是因为他很出名，我想他讲的东西总是有意义的吧。
就跑去听，然后我开车就开3个钟头去听他一个课。他讲的时候，我吓了一跳，因为他讲的内容刚好是我从前考虑卡拉比猜想的时候经历过一个经历。所以他讲这是我们代数几何最近这几年最重要的问题。我听了觉得奇怪，这个可以用我的方法来解决，所以我就跟他讲，我认为你讲的问题我可以解决。他当时吓了一跳，因为我这代数几何从来没有做过重要的工作，没有碰过。他就将信将疑，他和大教授人很好，他讲好啊，你做到的话给我看。所以我当天晚上回家以后我叫他写出来以后就寄给他，他走了，他觉得很高兴，因为这个我用不同的手法，通过卡拉比猜想来解决当时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所以76年以后一路发展，慢慢就广义相对论啊，跟这个弦理论都要用到，解决好几个重要的原来不解决的大问题。说到这个弦论，其实到现在也没有被证实咱们这个10维空间。但是想一想这个事儿，您会觉得恐怖吗？就是说，如果我们的现实世界啊，真的是一个高维空间的投影，这个您觉得恐怖吗？这个想法不恐怖啊，这个大部分人好像这个一讲高维空间很震撼。其实我们天天遇到的空间都是高维的。我举个例子给你听啊。什么叫空间？就是自由度很多的。假如我们考虑一个飞弹啊，飞弹飞出来的时候，它其实是一个6维空间。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要找这个飞弹是要搞到它位置在哪里，它位置3维哈，就是 x、y、z 这个坐标啊。但是这个飞弹飞的时候，它有个方向，那方向不是3维，它可以像这样子走，是吧？这个3维加3维就6维啊，所以我们要描述这个飞弹的情景，其实是个6维空间，所以速度也在里面。哎呀，这个它的位置加上速度是6维，对，所以你可以讲飞弹的走向其实是6维空间的一个投影。你想想看嘛，这个6维空间投影在我们3维里面就晓得它的位置。投影在其他3维就看到它的速度，所以你这么想，你就觉得其实并不惊讶。可以被解释，可以被认知，就没有那么神秘了。对啊。刚才讲的是很简单的情形，但是我们现在讲弦的那个是比这个复杂的多。对。回到您刚才说，您的27岁的时候解开了卡拉比。就是卡拉比猜想这个一战成名。对。但这个成功实际上建立在您前面有失败的基础上，所以您特别爱说失败比成功重要。对，失败比成功重要，因为一个真理，你找不到它的时候，你很颓丧。但是你发觉绝望着找不到，再找不到，剩下来的应当有可能是找到它了。我这个当年就是这样，有3年功夫，我要证明它是错的。在每一次错的时候，我就对这个情形了解深入，每一次再一次就更了解这个情形。最后我是决定这是不行的、不对的，不能够证明它错的，我就倒过来要证明它对的。这是一个并不容易克服我心里的一个重要的事情，所以这个失败对我来讲很重要，因为经过这几次失败以后，我才真正这个说服我自己，这个方向不对的。假如你没有失败这么多次的话，你不可能有这个决定。失败也是在积累经验，它也在靠近那个真相。实际上，对，这个很有趣的是，当我证明了这个卡拉比猜想以后，我通过我从前做失败的经验里边啊，发觉我证到的东西很有用，这个为什么呢？因为当时要证明他错的时候，是假定他对了以后，然后要推导他不应当对，这个所以找了很多不同的方法来推导他不应当对。
结果发现它对了以后，所以本来猜想它不对的地方就对了。所以有时往往走错的方向，并不是真的走错了，对你还是有好处的。很多人很垂堂，我花了走6年功夫、5年功夫，什么都没有做出，一事无成。但是往往这一事无成里边，就包含了很多重要的成功的因素。所以不要推搪，做错了并不见得是不对的。但是你要了解为什么你做错了。在做错里边的重要的失败的原因，自己要找出来。您说到一个事情，就是一个科学家，其实您认为至少要精通2个领域的这个学问，比如说您既是数学大师，又是哈佛物理系的教授，对。您又说到说，因为数学是提供了很多工具，连爱因斯坦他晚年都因为没有足够的数学工具，所以不能完成统一场论。就这个工具。就不同领域的这个工具很重要，但是在您看来，我们现在的教育当中，是不是这个学科分得太细了？我们这个跨学科的研究是不是太少？当年物理学的刚开始的时候，他们用的语言足够来表达，但是到了今天，他们的语言不够了，就是数学的工具不够了，所以他非要学数学不可。但是现在很多物理学家都数学很好的，但是不学的话就不足够。就是工具的问题。你好像你要这个去钓鱼，这个去水里面东西要懂，要搭个船，你要在陆地上的怎么砍那个木头做船，搭一个船起来，你也要懂。2方面都要懂，否则你船做不起来，甚至可能出不了海。对，甚至要懂一点天文气象，就更有帮助。对，所以您说的这个很有意思，就是工具本身，它就意味着视野的拓宽。对。我有这个工具越多，不同领域对于我知道的越多，我能干的、我能见到的就越清晰。对。在每一个学科的一样，甚至投资也是这样子。你想，我要投资黄金，我讲这个我要晓得市场是怎么变化的。国家在打仗啊，什么都要有关，所以你都要了解。所以每一个事情你能够了解它，是有不同的这个观点，不同的观点有不同的工具，不同的工具融合起来才能够完成它。所以像巴菲特那样的人也说，他要看很多书，了解人性，了解历史，了解很多东西。巴菲特要投资。这个投资里面有很多心理的关系在里边，很多人生的关系，也有的科技的发展都要了解，所以你都要了解。对，您说这个数学是一门最严谨的科学，对，可是呢又强调数学家的想象力，这数学家的想象力又是什么呢？因为我们数学像一层一层的搭起来的一个大厦，假如基础错了，上面都可能出问题，就垮下来了。所以基础跟那个一层一层怎么打很严谨，不能够有错。但是盖个房子，你盖得很漂亮的房子，盖个很难看的房子，所以我们盖一个漂亮的房子，才能够看得远，看得好看。对。这是我们好的数学家做的事。这个同时往往盖个房子要东西合璧啦，什么东西要不同的这个大自然里面找它的内容。帮忙我们了解，这个您说的想象力是不是也是跟您提出的一个叫提出问题的能力有关？提出问题是一个重要的事情，同你眼界不够大有关。这个不愿意比较抽象的想方法，都是太过急功近利，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您在年轻的时候给数学界提出过120个问题，一口气提出120个问题。对。这么多年被解决了大概30多个。对，30多个、40个的样子。你怎么能一下子就能提出那么多问题？假如一个学科没有好的问题的话，这学科就做完了，没有意思了。所以问题跟学科的成长有密切的关系。您当时就认为说，学者应该多具备这种能够提出问题的能力。对，这个能力能培养吗？提出问题可以培养啊，可以培养啊。你不同的问题啊，这个中国的小孩子不期望问问题，因为在课上的时候老师不准你问问题，不期望你乱讲话。在海外的，在美国的很多
上课是期望你乱问问题，中国的这个课上不大期望你乱问问题，尤其问的问题好像是不重要或者是可笑的，在美国很多这个时候鼓励的问题是 stupid 问题，所谓我昨天其实讲了一个大数学家，叫 Bohr， 对，这个数学家高高大大，是一个匈牙利的学者，我跟他很熟，他办公厅在我楼上，他叽叽喳喳，讲话很有风趣，但是每一次开讨论班的时候，他就问问题，一开始听好像怎么大数学家问这么简单的问题，我们当时都很奇怪。但是他问了2次以后，越问越深入，问到第3次以后，我们就觉得没有办法回答他的问题。同时，他也开始能够找这个方向出来。所以问问题要从一个比较简单的开始，慢慢一步步加深。要思考，不单是问问题。你不思考，问出来问题不可能有深入度的。一方面要思考，一方面要念，要看书。看基金存在的这个文献，同时第3个要听这个大师们的演讲，看人家做出来是什么观点，然后将来融会贯通，你才去问问题。我觉得我们有时候很少在课堂上提出问题，有可能是因为，一个是怕我问错了有挫败感。2一个呢，就是我们终极上还是希望考试有一个正确答案，它有个正确答案能对了就行了，可能不去想这个答案之外的事情。这也是跟自信心有很密切的关系。自信心。我当年在学这个平面几何的时候，我那个时候才14岁，我问了一个问题，到现在我还觉得很有意义的。这个问题构造一个图形，一个三角形，有问题，不容易构造。最后我才发觉是不可能用圆规直尺来做的。这个事情对我很有深远的影响，因为我那个时候很小，但是去看书、去问朋友以后才晓得，这是很多我的朋友的老师都没有办法解决的。最后是找到一本书，我才发觉是用现代数学代数才能够解决。这一个问题，所以我倒是很高兴，就是知道问这个问题并不这么简单。我明白了。其实问问题是一个我们走上探索之路的开始。对，这个就问题把我们引到了一个探索的过程当中。问的问题表面上可能很简单，但是需要解决的可能是很复杂的一个过程。这个复杂的过程往往引进了新的数学、新的观点。清华大学邱成桐数学科学中心。这个也可以处理，是 Witten 很快就在 Witten 和 Gukov，然后呢是这个唯一注意到这个东西，当这个 f 取成是这个 c of x 的时候，这个 moduli stack 其实会 clarify 所有的这个。邱先生出现在不同的讨论现场，可以嵌进这个 AF， 就是它在各个分项就是取那个微对应的那个combination， 所以这个也就可以嵌到这个东西。但如果要 global 数它的这个 Hauge number 的话，据我所知，只对于这3种能有这种名。Well, it's hard to tell. These S and T are important for Miller symmetry. 这个 S 跟 T 2个 operator 其实是 Miller symmetry 一个主要的出来的，所以还是小心看看吧。必要的时候他会打断他们，提出1、2个问题。所以这2个基本上是同一个东西，总是有关系的。而这1、2个问题将会启发他们进一步的研究方向。对，这个很对我觉得主要问题就是说，在这种 Carol algebra 这种情况，刚才说您的众多学生现在这个年轻的孩子身上能够看到这个希望啊，但同时是不是也不得不承认，他们现在生活的时代不太一样，就是您那个时候全神贯注的，现在大家面临的诱惑也特别多，分心的事情也特别多，会有感到有
代际之间的不同吗？还可以，就我们这孩子们还是很专心的。但是我现在最主要的担心是他们受过苦难，受不受得了苦难？对，在失败的时候能不能够站得起来？我看了很多很有天分的学生，一失败以后就站不起来，因为他受不了这个失败的挫折，这是跟社会的压力啦，种种都有原因。所以我不期望媒体报告我们的学生，让他们觉得自己这个太成功了。有些家长讲我的孩子是天才，这都不应当做的事。让孩子们晓得，脚踏实地做，失败的时候能够站得起来，屡败屡战，最后才能屡败屡战，对，才能够成功。什么事情能够在您失败的时候帮助您站起来？我从小就是家境很穷，这个首先是不是能够继续念书下去，都是一个问题，所以没有自己去闯天下，去学习，我根本不可能念书。我父亲去世的时候14岁，我那个14岁，我母亲一个家庭主妇，要带7个小孩子成长。我们是不是能够继续念书的这个问题，在这个大前提下面，我要自己闯个天下出来。可是现在的小孩起点很幸运，对，富足安全，他就晓得一定有父母能够挺住他，学校能够挺住他，连他吃东西安全都是有人照顾，他不觉得这是要他自己要去闯一个天下出来的。所以就是西方社会跟中国社会的不一样的地方。我们中国的小孩，我们中国的家长就是要保护他一辈子为止。到了长大以后也担心他找不到女朋友啊，找这个老公啊，一路要担心到了生不生孩子啊？对，都要管，所以他要自主独立都有困难。所以这个爱和保护也是有另一面，有它好的一面，但是也有一个阻碍它可能尽早成熟的一面。4年前，清华大学成立求真书院，邱先生担任院长，面向全球选拔具有数学特长的学生，聘请世界一流的学者任教。仅在一次学术讨论会的茶歇时间，就能见到很多国际顶尖的数学家。You should read the paper by Tribers, my former student, who deal with quantum curvature situation for general Kong. Here you are talking like Kong, but in they are more general Kong. Okay. You should read the paper. Your former student. Tribers, T-R-E-I-B-E-R-G-S. Tribers. Tribers. Okay, I will remember. 邱先生说，数学家盼望的不是万两黄金，我们追求的是永恒的真理，因为它是大自然表达自己的唯一方法。数学史刚开始的时候，我的感受是一开始是先有人类的生产生活经验，然后因为大家要从事农业生产，然后要货物的交易买卖，然后有了数字，有计算。可是呢，到后来就数学越来越在经验之前了。19世纪以后进入高维空间的时候，就数学是不是只发生在数学家的头脑当中了？那倒是一路来都是跟实际有关的。这个19世纪比来讲，我们对这个电池就有兴趣。电池的兴趣不是由单是物理学家在做，但18世纪的时候，实验里面就看到这个电跟磁互相作用。当时几个伟大的数学家高斯跟黎曼就对研究电磁的互相作用就很大兴趣。其实 Maxwell 方程里边有3条方程，不是 Maxwell 写下来，是数学家写下来的。当时黎曼就对这个东西很大兴趣，就不停地分析，就得出很多重要的结果。黎曼以后对所谓这个short wave 这个波的研究都跟这个有关。
这波动的研究就是从这个很早就开始了，但是在傅里尔，法国数学家，他就傅里尔那才是开始，当然是从跟实际的经验有关的波动嘛。但是以后这个波动方程在数论里边，在种种数学的所有学科都有很大的影响。这些影响让我们计算这个解那个整数方程都出现了。您这么说，我明白了，是我对所谓这个现实的定义太窄了。我所谓的现实就是眼睛看得见的，实际上还有您说的电磁这些，如果我们看不见的东西，它都是存在的。对，就这个规律对我们来讲是很重要的。电跟磁为什么有这种规律，是我们很大的兴趣的一个事情。说到这个，您刚才说物理数学，这还是理科之间的相互融合。而我读您的书，我了解您真是文史哲的功底非常深厚啊。这个文笔让我们这些文科生都非常的汗颜。您的古典文学功底特别好，然后对于历史的故事也是信手拈来。就这些，就文史哲的这个功底，对于您一个数学家来说，是具体怎么帮助到您的呢？我常常讲，这个《红楼梦》，我喜欢看《红楼梦》。其中一个重要的事情，《红楼梦》有不同的章回，它可以讨论贾宝玉，讨论林黛玉，林黛玉在姑苏这么上来产生什么情形，有时候这个贾宝玉给人打屁股，种种不同的部分都写得很精彩，很好。就每一个章都可以制成为一个主要的一个文章，可以讲，但是它能够组合起来，来描述整个大家族的破落，同时这个破落里边这个每一个这个里边的男丁女孩怎么样子的最后的出路，就解释了他因为整个人类的这个大家族的命运是怎么走的，有个大范围的走向，然后用小的这个不同的这个事情呢衬托它描述出来，这是个大型的一个小说的结构。我当时看了我很感动因为我讲我做数学也是可以这样子，我在这边描述一些东西都很好，也是个写一篇文章。这边也写篇，那边写篇，最后总合起来，我可以看出一个数学这个大流是怎么样子。所以当年我做研究生的时候，我讲我学这个方法来研究几何，我是用所谓分式的方法，这边做部分，那边做部分，最后这样的组合起来。所以在70年代，我跟我的学生、跟我的朋友们，基本上构造了一个学科。以后叫做几何分式，就是用分式的方法来研究几何，现代几何。你讲小说《红楼梦》这么伟大的小说，对我有影响，就是因为我去看那个结构是怎么样子的，能够将它的内容写出来。就每一个地方都有个真理，有个很漂亮的东西，但是不但是这部分，同时有个总体的结构能够构造出来，所以。就这方面对我就很大的影响。您的老师陈省身先生当时是想您去研究黎曼猜想的，大家那时候都研究黎曼猜想，可是您觉得那条路不一定走得通，您看上了卡拉比猜想，也是一个判断。可讲是一个判断，这个方面是不只是判断，因为你做一个学问啊，你要感觉的，你会 excited 这个。我看到我太太，我觉得很 excited， 我讲这就是我的爱人。这个我看定理也是看到这个事情，我想这个就是最漂亮的事情。但黎曼猜想我没有这个感受，我不感觉它是这么漂亮，是很出名的一个事情，但是我并没有感觉到有这么深意的感觉。所以一定要做你喜欢，同时你爱好的一个方向，这样子你越做越有意思。就是科学家也要讲情感共鸣，那当然情感共鸣。然后一个就在数学家看《红楼梦》，其实您看到了一个大的结构，对，看到了几何的结构，这个太有意思了。我念《红楼梦》
最让我感激最深的是我父亲刚去世的时候，这个感情比较这个深一点，念了以后，这个不但是要看，还有感情，这是很重要的事情。你做个学问要有感情，所以我做这个卡拉比菜场，我很丰富的感情。我讲这个事情是很伟大的，我做成它一定会有影响，这个以后的事情青史留名。当时我认为，所以我一定要让它做出来，无论对跟错都是重要的。所以我感情很丰富，做这个问题的时候。当您解出来的时候，您说“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对这么美妙的词在您脑海中产生了。对，假如你做了大学问没有感情，你做不好的。那个时候是一个什么情况？您因为说是您新婚2个星期，这个猜想突然就有了一个灵感，这是不是感情也达到了某种甜蜜的程度，就一下子解出来了？你可以这么讲。每个学期，邱先生都会为求真书院的学生开设一门基础课——数学史。第一个讲 Tom 是法国人，他用他的理论叫做灾变理论 （catastrophe theory）。一般来说，以邱先生这样的资历，其实完全没有必要亲自讲课。但他认为，那些数学史上有待解决的猜想，从何处来，从何人来，是非常重要的问题。昨天听了一下您的数学史课，我觉得好有意思，因为数学史上的人物好多跟您其实之间是有交往的。对，比如说我们印象当中啊，这个数学大师都是一些天才，很小的时候就看出来他对数学特别擅长，特别有能力。那倒不见得。有的人是，可是我看到您说的，比如说刚才您提到的这个 Bott，他原来是搞电气工程的，很晚才对数学有兴趣。对。我之前到法国去拍过片子，我了解到法国好多数学家原来是学哲学的，就后来才改数学。可是呢，法国数学的人才特别多。对，这好奇怪，就是为什么好多人他们能够很晚半路才开始学数学，他们这个路径好像不太一样。每个人的路径不一样。有一个德国数学家。他这个40岁以后才开始真正成名。这个以前在中学里面上课教书，慢慢学起来的，所以慢慢研究。每个人成功的过程不一样，但是思考是很重要的事。兴趣跟思考是最重要的。这就说到您现在对人才的这个选拔，您在您办了您的求真书院，然后您的邱神童少年班，对。您是怎么来选这些孩子？然后他们在您这里接受的教育跟外面有什么不一样呢？其实也没有什么太不一样。这个中国的孩子教育就是看考试为主，我们这个不是以考试为主，就是我们其实不太讲究考一些刁难的问题。很多竞赛是以刁难问题为主，觉得挑战性。其实我们要根据历史的潮流的发展，到某个地步，你要学什么东西都要学好，让你能够训练成一个有能力的一个做研究的一个学者，这是我们的目标。所以我们的目标跟很多高考不一样的，我们不经过高考来考，也就是这个缘故，我们的学生不会经过高考，我们自己出了题目，让学生来考。但是我们也发现有很多这种小孩是真的有兴趣，同时技巧慢慢也愿意学得很好的。很多孩子是从初中就开始了，您从初中就可以看到这个苗头了，是吗？就是很让我惊讶的，很多初一、初二的学生，对学问很大兴趣，同时也学了不少。我们并不非硬来，就是硬培养，让他死读书，我们还是看他的兴趣。我发觉有很多学生，年纪很小的，他们对学问兴趣很大，
12岁的学生就开始有兴趣了。我们求真书院第1年收了2个14岁的学生，第2年收了4个初3的学生，今年收了12个。这个是表示什么东西？表示我们这个年轻的小孩，12、13岁、14岁的，已经相当成熟了。同时，他们进来以后，并没有困难。很多这种所谓天才啊，因为竞赛的缘故，压力很大，进来以后就有点放松了，放松的太厉害了。我们这批学生进来以后，还是可以保持他们对学问的兴趣。有时候高3的学生有些学问没有搞懂，要问他们年纪轻的。他们学的是同一套东西，是同一套东西。哇！所以我们觉得很好。这个小孩反而能干一点，英雄出少年。您看了这么多孩子，会觉得兴趣本身也是一种天赋吗？兴趣天赋总是有一点，但是在我看30%的样子，其他是你培养他的过程，产生出来一个经验，社会上的经验，跟那个你读书的这个环境，跟你一个人生走过的路向你能不能承受失败，能不能够这个在成功的时候太过高兴，让你觉得自己成功了就很骄傲，这种种因素影响一个学者的成长。我们看到很多历史上，我看到有些很成功的学者，在30岁以前做了很多伟大的工作，30岁以后就不做了，就完全放弃了。但是有些慢吞吞的一步一步走，好像Bohr他到了30岁还在努力，同时越做越有趣，越做越重要。现在我们求真书院就培养一批出来了，我原来期望他能够更独立，慢慢一步步的走出来。现在我发觉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现在我们求真书院收的学生基本上14岁以上，但是我发觉12岁的学生有一大批很有能力的，这批学生有自己想法，同时很勇敢，不怕，什么都不怕，不是1、2个，还是一大批。更勇敢的意思是？很敢问问题啊。我们这个现在求真书院的学生也不错，但是问问题能力比不上这些小家伙。这些小家伙什么都敢问，打架打滚什么都做。就是有这种天不怕地不怕的精神，才能做学问。有个小家伙，拿本书叫我签名，我想签嘛就签。然后他这个头伸过来看，你写的字还可以。他做个批评，不错。所以他敢讲，他不怕。我们长大一点的孩子，我就不敢问这个问题了。我读您的书有一个特别大的收获，就是因为很多人现在会讨论说感到焦虑，这个时代在变化，焦虑啊、彷徨啊。可是如果一个人他一辈子在追求真理，他的目标铆定在一个特别永恒、特别恒定的东西上面，似乎就没有那么多焦虑。可是我也想问，比如说您这一辈子追求真理，这么高的一个目标，能帮您克服日常生活当中的问题吗？是，就是看什么是最重要。你可能能够追求真理是对我人生来讲最重要的，这些就是不是一个重要的事情。这对我来讲也是，我觉得我能够解决这个数学问题比什么都重要，其他的假的。所以我刚才一开始你问过我，这个是我写的，这个做数学，这个诗文集我讲，数学家要求的不是万两黄金，也不是要这个千秋的这个8页，就是基本上我是这么想的，真的这么想的，所以这都不重要，外面的就是要解决我们数学上的事情，然后就觉得很开心，不会有什么负担。我看到您在对年轻的学子们的讲话当中，也会经常提到希望他们追求这种更远大的目标。对，这个跟
我有一次看到这个爱因斯坦，他有个跟儿童的讲话很有意思，他对小孩子说了一个非常简单的话，他说：“你们要知道，你们现在在课堂里学到的所有知识是人类一代一代传递下来的，对，而你们将来要研究的也是一代代要传下去的。”对，我觉得这个就是给孩子们一下子有个史观。对，哦，我们做的事情是跟人类整个发展有关。对，一下子看事情的维度不一样了。对，是。您希望您的学生也是有这样的维度。所以我教数学历史就是这个原因。我们传承了几千年来的文化，我们要消化它，也期望能够传承，然后创造新的一个数学的文化，让我们的后裔能够接受，能够继续传承下去。而不是局限于现在眼前能看见的这么一点点的这个东西。对，就像我读您的书，最大的感受就是让我抬起头来了，看到更远更高的这个东西。我最喜欢您其中的一句话是，您说对于数学家来说，维度就是自由度。对，一下子我觉得，难道我们看生活中的所有的事情不是这样吗？当我的维度高了，我知道的多了，认知高了，我在处理俗世的任何事情当中，自由就多了。对，我常引我父亲这个书里边一句话，就《纹身调龙》里边讲的，这个胜于实践，自贡刀圣，跟古人有神教，能够继续的让他们的思想能够传承下去。您有一个伟大的目标啊，说中国在10年以内数学要领导世界。那这是在哪个领域？比如说，运用的数学，还是纯数学理论？怎么个领导世界的数学？我一般来讲，我不想分那个应用或者不应用，因为其实应用数学没有基础数学做不好，基础数学也往往是它应用数学的一种灵感产生的，所以我不想分开。现在是这样子，中国数学其实直到目前为止。还是落后于世界，但是由于求真数学这批学生的能力，我认为几年以后，我们基本上能够追上世界数学的这个水平，就是讲有能力做第流的学问。就我认为2030年可以讲5年后，中国数学会崛起，能够慢慢跟主要的国家平起平坐。但是真的要带领世界数学，可能要到2034年，就是35年的中间，一个最重要的关键时候。假如这个所有政策没有错误，同时提供经费足够，孩子们应当是可以做到这个地步。我忍不住要问一个问题，因为我昨天看了一下课堂里不得不承认，有几个问问题的是女生，对，但是您这个比例里面绝大部分是男生，对，真的有男女有别吗？这件事情上，你可以讲男孩跟女孩的这个天赋，我想是没有太大的分别，但是刚才讲过，一个数学家的成长，不但是看天赋。还有看整个社会的经验，生理、心理的都有影响。这个女孩子成长的时候，可能刚开始早熟一点，到了后边那个时候，可能就担心这个要生小孩啊，到种种不同的因素。就是20多岁刚好博士毕业的时候，很多女性就开始有婚姻啦、结婚啦。结婚的时候，她会担心孩子的问题多过男的，有些国家好像法国，女生生小孩的话，国家保护得很好。我有个女生的科学家，一个朋友，一个数学家，他生了6个小孩，结果法国佬鼓励生小孩，他允许他根本不用上班，在家里边这个带学生，就学生到他家里边去学习，他不用到办公厅来，所以这个女生工作做得很好。所以还是一个社会支持的问题。社会支持、生理、心理都有关。今年我们看到
王红也是一个非常出色的中国的女性，很年轻解出了卦骨猜想，所以它不是一个完全生理上的问题，其实一个社会支持。您说都有心理的问题了，因为一般来讲，家长也好，很多这个社会里边的，就一看那个女生，她你学问、你书也不可能好的，就一般来讲有这个反应，让那个女性数学家有点胆子小了，因为她自己还没有成长起来的时候，就怕人家讲她不行，这是一个负担。更何况要入数学的门，我感觉是一辈子的献身，这条路真的是一个奉献的路。是，但是有不少的女数学家还是能够坚持下去，但是这个是跟心理有关，就是讲他们能够克服这种你在家里边不带小孩，人家认为你这样子不是一个好的女人，不是个贤妻良母，有了贤妻良母这个观念以后，就可能对学问就有点的矛盾，所以这是一个问题。今年34岁的女性数学家王红与同事合作，解开了困扰数学界100年的3维卦骨猜想，举世瞩目。今年6月呢，王红到清华大学来举办讲座，邱晨同先生评价她是年轻一代最伟大、最重要的中国学者。为了帮助女性数学家争取到更多产假权益等等呢，邱晨同先生还成立了华裔女性数学家联盟，希望她们不要错过20岁到40岁的辉煌学术时刻。